既然你这般舍己为人，看样子朕给你准备的赏赐也就不用了。九月的牙花子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去，听完丰原帝的话，表情一下子没做好，似笑非笑，皮笑肉不笑的，一时间都有些词穷了。我……哎呀，这大齐呀，真是难有你这般视钱财如粪土的人了。好好好，一连3个好字，直接把九月给架了起来。糟糕，得意忘形了，怎么笑着笑着就把赏赐给笑没了？丰原帝看着九月一张小脸皱成了一团，绞尽脑汁的在想应对的法子的模样，就不自觉的有些乐。哈哈，还是逗弄小九月有意思一点，能多活好几年。全然忘记了不过往前1个月，几次被九月气得险些心梗的事儿。九月很想冲上去拿出手术刀，比在丰原帝的脖子上架着他的命，让他把要给他的赏赐还回来，都是他的，就算是想一下那也得给他。朕给你拟定了一个封号。封号？九月一噎，险些就以为丰原帝这个老登要把他弄进后宫，但2次因为这种念头被丰原帝抓着拂尘打屁股的经历，让九月几乎是念头出现的瞬间就给打消了。封号？什么封号？哎，拿过来给他自己看。然后双手十分恭敬地递给了九月。以后九月也不再是平民之身了。九月把圣旨摊开，好在他虽然不会写繁体字，但是会看的。前面的几句九月勉强可以看懂，也知道他的意思，但奉天承皇帝诏曰，朕之郡主端敏聪慧，温良贤淑，知书达理。这一长串的赞美词汇，九月看得满头黑线。陛下，您这是要我帮您去哪里宣读圣旨啊？丰原帝无奈叹了口气，这种圣旨一般都是有那么一套模板的，赞女子的也就那么点词汇，他也知道这些词汇和九月半点沾不上边儿，但他总不能在这么一封要记入史册的圣旨说九月英姿飒爽，武功高强，用兵有方。他要给九月封郡主，又不是要让九月当护国大将军。看，这是你，朕要封你为大齐的续玉郡主。郡主？你可知续玉是什么意思？九月想了想，续玉2个字都和太阳有关，所以丰原帝这是将它比作了太阳吗？续字代表着温暖和光明，玉字代表了明亮的希望。续玉，这是朕赐给你的名字。朕知道你的身世，托大做你的长辈，给你赐个名字可好？九月心里只觉得堵堵的，想想又觉得好笑。他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魔，竟然会被人比作太阳。续玉就像当初胡春花捡到他，给他弄的户籍是一样的，他是九月被捡回去的，所以叫九月。但丰原帝看着九月那种朝气蓬勃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，就是让他像是看到了太阳，所以他想要把代表太阳、代表温暖、明亮、希望的词汇送给九月。长者赐不可辞，这小崽子是傻了吧？连谢恩都不会了。看着九月木愣愣的没有反应，不满意，不喜欢，不愿意。谢谢陛下，我很喜欢。那眉开眼笑扯着丰原帝袖子的模样，真就是一个白软的小团子，软乎乎的朝着他撒娇，真是让丰原帝莫名的体会到了一种老父亲的感觉。郡主，有封号的郡主和普通郡主也是不一样的。大齐自开国之日起，从未封过民间郡主，还说让季义清努力了，结果现在也就是一个从6品，哪像他呀？虽然没有什么实权吧，但有封赏，有实益。他可是一个从1品的郡主，以后他不光不用向其他人行礼，当然了，他有圣旨不贵，本身就不用向旁人行礼，但如今是旁人要向他行礼了。丰原帝看着九月一样眼睛亮晶晶的瞧着他，一颗心软得不像样子。
哎呀，你呀，瞧你刚刚的样子，朕若是不给你了，像是恨不得把朕嚼碎了咽肚子里去。九月讪笑了一声，虽然有这个想法，但是不能说出来呀。哪有，不管陛下给不给奖赏，那不都是九月应该要做的吗？既然不要封赏也可，那正好，福王寿辰要到了，藩王们也差不多快要进京了，你准备准备，进宫给他们解毒吧。到时候解完毒，朕就不用给你封赏了。不是，我难得委婉一次，吃了就这一次。不都说华夏人是十分含蓄的吗？这到底含蓄在哪了？九月翘起的小尾巴突然就耷拉了下来。丰原帝看着九月那蔫儿大大的模样，抬手轻轻敲了一下九月的额头。丰原帝看着九月那蔫儿大大的模样，抬手轻轻敲了一下九月的额头。就你这样，不要这些东西跟要了你的命似的，朕还不了解你。那就是说还是有的嘛。什么好东西少得了你的呀？再者说了，你给他们解毒，他们不也得出点血什么的吗？九月呵呵地把圣旨夹到了胳肢窝底下，搓了搓手。好说好说。哎呦，旭玉郡主哎，您手里的可是圣旨，圣旨！普通百姓收到了圣旨，那可是要开祠堂迎接的。结果您竟然把圣旨夹到了胳肢窝底下，哎呦！丰原帝那看着九月略略有些猥琐的动作，脑门狠狠的一跳。只要他看不见，那九月就没有把圣旨放到胳肢窝底下，主打一个自欺欺人。九月甩着圣旨回季家的时候，整个宅子的人简直都是瞳孔地震。季山和胡春花两个年纪最大，一直被皇权奴役的老人，看到九月拿回的圣旨，简直是人都要化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咱们老季家第一次接到圣旨啊，第一次啊！少卿很快命人收拾了一个祠堂出来，摆香案，上香，放鞭炮，迎圣旨。季山跪在最前方，只有这种时候，他跪在第一排第一个位置，才有一种他是一家之主的感觉。虽然这个一家之主，也是虚假的很，谁也不敢让九月跪下来，毕竟九月是奉命不跪的。可以说，除了丰原帝，哪怕这是皇权至上的大旗，谁也不能让九月跪下。蒋家的事情已经处理得七七八八了，桃花村那边贪墨的银两也需要去起出来。此事季昭眠兄弟是出了大力气的，所以这个差事自然而然的就落到了兄弟俩的身上。但这是跑一趟就立功的事情，更何况九月现在是旭玉郡主的事已经昭告天下，谁不知道季家兄弟现在是圣上跟前的红人，就算有酸话，谁也不敢当着兄弟俩的面前说。没看那九月都从一品了吗？虽然没有实权，但他俩拍马都赶不上九月的步伐。也好在九月不想争夺权力上朝堂当官，不然啊，就九月这架势，不出3年，大齐官场怕是就要变天了。季青第5次拿着一本游记，敞着寝衣在榻上念念叨叨。九月这个小色鬼，眼睛就没有从季青那健壮的胸膛上移开过。这人真是太犯规了，那书多轻多轻啊，哪来的风？就翻一页书竟然还有风。季青轻咳了一声，调整了个姿势，长腿细腰宽肩，精致锁骨。凄然，九月咽了口口水，直接从床上下来，鞋都没穿，噔噔噔的就往这边跑来。季青嘴角微勾，果不其然，下一息，九月噌的一声跳到他的身上，吧嗒一声，游记落在地上。我也要去桃花村。说着，指尖一挑，季青本就系得不堪牢靠的衣带直接被扯开。九月也不想那么没出息，实在是季青见天的跟个开屏的孔雀在他面前晃。苏若给他做了好几套的新衣服，上衙穿官服，回来就穿常服，时不时的就锻炼保持自己的身形，那一身的肌肉半点都不敢变形，生怕就不对九月的胃口了。丰原帝本想着是叫九月去的，但想起九月这段时间确实有些太过于冒头了，担心过多的人注意到他，给九月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最后还是让季青用旁的方式把九月带上。到时候回来请功的时候再给九月点赏赐，正好给九月的郡主府
年底约莫就能够竣工了，也就一并当个惊喜送给九月了。臣遵旨。本来季义清就不想离开九月太长时间，得了这个令，真可谓是使尽了全身解数，最后祭出了美人计，才堪堪把九月给诱拐到桃花村一行上。这次出发声势浩大，就算是丰原帝有意隐瞒也无济于事，是以大理寺、刑部、户部、兵部，甚至季义清那个翰林院的也参与了进来。九月一身劲装，英姿飒爽，孤身一人独自出现之时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甚至前方没有见过九月的那几个兵部的护卫，甚至刀都拿出来了。实在是九月一身黑衣，胯下一匹流光水滑的马，一摇一摆间，瞧人的眸光满是轻蔑和不屑。队伍突然停住，季青意有所感，急忙骑马上前。九月。闻听这个名字，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，接着一个接一个的从马车里出来，从马车上下来，也有品阶高的在马车上的都向着九月行礼。就是这个感觉，爽！真不怪那么多人想要当皇帝了，这种万万人之上睥睨众生的感觉实在是太爽。要不是九月实在被懒，当什么皇帝呀？见天的睡不够，处理不完的奏折，叽叽喳喳的官员和一波接一波的刺杀。罢了罢了，还是当个郡主就够了。这皇帝真没有什么值当的，就为了旁人这么一下的尊重，搭上自己一辈子，不值当。九月悠哉悠哉的一路像是秋游似的到了桃花村，越临近桃花村，所有人的心里都绷了起来。在他们还没有得空处理这边祖坟的银子的时候，这边就已经来了好几波人了。没法子，这边的驻守军就把桃花村给围了起来，3步一岗，5步一哨的，真是连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但这么多的银子就像是掉在驴前面的胡萝卜，总会有那要钱不要命的人前来。这不，都城的官员前来接收之前，里里外外的驻守军至少是应对了不下数十次的暴动。一看到都城的人来了，那守军都尉简直是牙花子都要扬到眉毛上去了，嘴像是打机关枪似的，突突突的就把情况给说完了，恨不得马上交接完立刻就离开。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笔银子到底有多少，也不知道蒋侍郎说的没有账本是不是丰原帝放出来的烟雾弹，也是钓鱼执法。丰原帝那老登的钓鱼执法玩得溜得很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场面很是壮观，毕竟是几百万两银子，那一屋子一屋子的白银，白花花的，简直要闪瞎人的眼睛。九月睨了一眼远处弄出来的入口，这些人都什么嗜好？若他是个考古学家或者是摸金校尉什么的，这什么墓啊陵啊的对他就很是有吸引力。奈何他不是，这会儿也不是玉器啊，这玉也太大了些。这种古往今来极具恐怖氛围的东西，谁会想要看一看啊？那些银子又不属于他，看了也没用啊。不要，我们住的帐篷我已经给弄好了，累不累？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？跟着季一清就回了帐篷。半夜，震耳的雷声夹杂着刺眼的雷电，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，滔天的大雨唰啦啦的就直接下来了。九月耳朵颤了颤，蹙了蹙眉头，已经醒了，但想着是雨就没动。季一清的眼皮直跳。九月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会儿也不是雨季啊，这雨也太大了些。季一清等人到时抢出来了几十箱，但人哪有雨水灌进去的速度快？季一清和季昭眠正在跟着户部的官员清点账本，压根儿没看到好几个负责搬运的官兵还要往那坟里面窜。你疯了不成？季一清和季昭眠急匆匆地赶过来。怎么了？水位涨得太快，他们还要往里面窜呢。银子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不少小兵哼了一声，只觉得季一清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看你们这样子，感情这银子是会长腿跑了不成？这话一出，不少还有些愤恨的官兵都愣住了。是啊，这是银子，又不是什么纸张绸缎一类被水一泡就废的东西，大不了等雨停了以后，等水位退了以后再挖出来呗。把这几个入口全部都封住，再命人查看几处容易松懈的地方。这蒋侍郎真是丧心病狂的很，挖空了小半座山来做自己的秘密基地。若是这雨一直下，
那被挖空的山，不管是倒塌还是其他，对于桃花村附近的几个村子来说，都像是灭顶之灾啊！所有人都觉得这雨不会下太久，毕竟现在不是雨季。但谁知道这雨一下就连下了3天，祖坟已经全部给灌满了。要不是银子重，怕不是得飘起来。松动的泥土扑簌簌的直往下掉，看的人简直是心惊肉跳。深秋的天临近初冬，冷得彻骨。领头的官员已经命人去采买生姜，还有9月弄出来的散寒汤的药材了。季青看着一直不停歇的雨，眉头就没有舒展过。人在天灾面前就如蝼蚁。季昭眠在帐篷外敲了敲：“二弟，不能再等了。桃花村下还有好几个村子，若是真有什么问题，这么大的雨下去……”季昭眠来此也是和季青商量这个的。好些个官兵都凑在了一起，一个小会足足开了大半天。故土难离，这雨也不过才下了2天时间，2天不至于引起洪灾。就算不一定会有洪灾，但应该要做的防洪措施也要弄上。9月当初闲来无事，和季青和季昭眠说过一些现代化的防洪措施，但其实作用很不大，因为9月本来就不是专业的。他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从各种视频上看到的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。季青和季昭眠翻书查阅资料，弄了不知道多少天，才把9月说的不过10句话的防洪措施补成了整整小半本书。这会儿听到有官员在说防洪措施，立刻就默写了一下当初他们整理的资料。为了往上爬，兄弟俩真的就快把自己弄成了10项全能了。县令一看到季青和季昭眠拿出来的防洪措施，二话不说就准备安排老百姓自救。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驻守军的人很快就跑来了。那山上的泥混着雨水直往下流，看起来实在是有点…… 9月刚到就听到了这么一句。那蒋侍郎把山中间给挖了，破坏了原来的土地结构，泥土松散了，这雨水一冲，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往下流。这怕是要形成泥石流啊！9月的眉心也难得的蹙成了一团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！组织百姓撤离，至少要先把桃花村下游的几个村子给撤了。泥石流不是开玩笑的，冲垮房屋，人被裹在泥里，连挣扎都做不到。季青只来得及看了一眼9月，甚至来不及多交代一句。9月叹了一口气，从兜里拿出了一张方子，安排人买这些药材，用大锅熬，所有人都要喝。把营地往上游的位置挪动，不要再用帐篷，把所有油布用架子支起来。听9月说完，李侍郎小心翼翼地将9月手里的方子接过来。郡主高义。又过了2天，雨势忽大忽小，9月他们也撤到了桃花村上游的地方，但还是留了不少人在桃花村。没法子，那桃花村底下不知道还有多少银子，他们来此目的就是那些银子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但这么一直浸在水里面，经受狂风暴雨的侵袭，不少人都开始咳嗽流鼻涕。在这缺医少药的古代，风寒能够要了古人的命。9月没有跟着他们去上游，而是留在了坟地的周围，直接成了随军的大夫。第8日，大雨终于开始小了。9月已经3、4天没有看到季青他们了，他们奉命去桃花村的下游疏散百姓。9月刚让人熬了一大锅的风寒汤，就见一个小兵噔噔噔地跑到他的面前。郡主，怎么了？您的家仆来了，带来了不少的药还有人。什么家仆？他哪有什么家仆？一路来到营地的入口，看到风尘仆仆的少卿，还有他身后一车又一车的药材。少卿，东家。9月猛然像是吃了一个又酸又甜的橘子，整个人像是被浸润在了酸酸甜甜的橘子汁里面。你怎么来了？您出门以后我不大放心，寻人打听了一下沿路，谁知道就听说这边下大雨了，连下了好几天，我不放心，就沿路买了点药材，聘了一点人过来，想说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忙。9月看着少卿，只觉得事情肯定不是少卿说的这般简单，也确如9月所想。自9月因为贪墨银两的事来到灵苏县，
用最快的速度召集了都城到灵苏县一路的安月阁的人，本意是暗中确保银子到都城这一路的安全。谁也没有往洪灾或者泥石流想的时候，少卿就开始未雨绸缪地安排沿路的人买下治疗伤寒的药材了。连下几天的大雨，少卿终是没忍住，一路把暗月阁里的壮年男子叫上，把买来的药材也一并带上，就这么顶着大雨和大风来寻九月了。九月是他的东家，是他的恩人，为九月做任何事情，少卿都心甘情愿。听着少卿明明困乏疲惫，却叽叽喳喳地和他说话，那兴奋和喜悦半点都没有掩饰。九月不知怎的，脑子像是抽了一下，非常郑重其事地看着小兵。他不是家仆，虽然具体是什么身份，九月还没有想清楚，但一定不是仆人。少卿乐得眉开眼笑，不过15岁的少年，早就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小大人，更是成了九月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左膀右臂。队伍的后方拥拥挤挤地跑上来几个人。嘿，二嫂。这久违的称呼，九月猛地抬眸，一个接一个的小泥人儿。冀州野和冀板桥个子挺高，和冀义清差不多，这会儿浑身泥泞，站在人群的最后方，牙花子一扬，混着黄泥的脸越发的好笑。九月这才看清楚，不只是冀州野，还有冀板桥来了，冀维州，甚至是冀有琴、冀小雨和冀小丫都来了。3个小丫头一人背着一个小药箱，身上到处都是泥，偏偏药箱是干干净净的。见到九月就龇牙傻乐。二嫂，你们怎么？我出门的时候他们知道了，听说这边可能会有洪灾，一个两个的就都跟着来了。二嫂，这是这次带来的药材总量，我们3个记录下来了，按照各种治疗风寒的方子特意配的。九月用药和那些大夫总是不一样的。冀有琴3个小姑娘，九月当初只是随意的提了提，谁想到他们是真的很努力的在学。搓药丸的间隙互相考教药方、药材、药性。此番来此也是因为知道这里暂时就九月一个大夫，朝廷就算是要赈灾，等各方准备齐全再到达灵苏县，至少也要半个月之后去了。他们率先过来，怎么也能够帮九月他们一些，不说旁的，干点体力活，熬个药，扶个人什么的。冀州野他们其实看到九月还是有些踌躇，生怕九月一把手术刀飞过来，说他们不好好在家读书了。九月先安排了人烧水，给他们泡了一下药汤。他们带来的物资简直可以说是解了营地的燃眉之急，个个都恨不得将他们都给供起来。而这些人知道九月是他们的二嫂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九月才有的，本身可能只是畏惧九月，这会儿却是想要把九月给供起来。见到九月，每个人都越发的恭敬了。只要有我在，主子的名声就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就算主子3、5不时的杀个人又怎么样啊？这般名声下的主子杀人，旁人也只会认为那人该杀，而不会觉得主子是杀人狂魔。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去看冀义清，因为冀有琴他们来了，九月就随意的抓了一包干粮，准备去找一下冀义清他们了。走了2天之后，走的九月嘴一张，全是问候贼老天的逆天之言后，终于看到了人烟，而雨也终于彻彻底底的停了。不多时候，就看到了前方一大波人，绳子捆在我腰上，快，孩子，抓紧！这是冀义清。走近了才看到，这里似乎是有一个决堤的坝口，湍急的河流中央，一个4、5岁的小娃娃浑身颤抖着，正扯着摇摇晃晃的树枝。小宝！冀义清3两下把绳子捆在自己的身上，立刻把另一头递给了旁边的村民。3、4个大汉连忙紧紧地抓住。冀义清往前一跑，整个人就要往水里钻。九月的瞳孔一缩，却不敢发出声音，生怕冀义清乱了心神出了岔子。冀义清却似有所感一般，猛地往九月这边看了过来，有不舍，有欣喜，更多的却是担忧。咚的一声，河水瞬间没过了冀义清的头顶，冀义清消失了。所有人站在了岸上，甚至大气都不敢喘。九月一度停止了呼吸，自己却怎么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何会有这般感觉。哗的一声，猛地从河水中央窜出来一个人，
好，好，好！岸上的人都在给季青打气加油。九月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从未如此具象化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心动的感觉。虽然不合时宜，但那奋勇救人、义无反顾的身影，让九月听到了自己心跳声。九月从未想过自己会对任何一个人动心，毕竟九月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心。但现在那躁动的心跳告诉他，他不仅有心，还会为某人心动。我曾幻想我的心动定是满天花瓣、无人机、几十辆上百辆游轮混成一颗心，从空中拍一张价值连城的照片。我曾一度认为心动一定是这样，对方又高又帅又聪明，武力值也比我高，反正怎么好怎么来，男人也要怎么厉害怎么来。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，男人双眸含着粉色桃心和我说喜欢，我可能就纡尊降贵的心动一下下吧，反正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我从未想过会对一个古人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，连刀都不会用的书生动心。但心动就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，甚至季青只看了他一眼，根本来不及和他说话。最重要的是，季青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的那一刻，也并不是为他，但九月就是不可抑制地心动了。为那个跳下湍急河流，救下那个哭得快要背过气的奶娃娃的高大汉子，是他的相公，是他有生之年唯一一个动心的人。原来心动是对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的认可，是我对季青的认可。九月急走两步，站在了岸边，一把抓住捆着季青腰的绳子，抱稳了，反手用绳子把小娃娃捆在了自己的背上。九月的心一紧，连忙把绷直的绳子缠在了手上，急急的一圈又一圈的往手上缠。没过一会儿，季青就到了近前，那呲着大牙傻乐双眸之中，只看得到九月的除了季青还能是谁。看着九月高兴的像是恨不得抱着九月先摸摸的亲上几十下，这么多人在，俩人也不好做什么亲昵的动作。但季青手上像是长了眼睛一般，手往后一背，动作飞快的轻轻捏了捏九月的手。九月失笑，挠了挠季青的手心，然后更多的温情的话没有说，没有任何温情的时刻，两个人默契十足，又各司其职。我是大夫。九月快速的给小娃娃看了一下，确认没有生命危险。直到后半夜，九月终于处理好了所有的伤患，看到远处的季青，捏了捏自己的肩膀，很是疲惫，三两步的来到季青的身边。季青跌跌撞撞的就被九月拉到了营地的最外围。九月踮脚，双手环住季青的脖子，往下一拉，身上脏。季青被按在了树干上，猛一被九月这般急切的吻住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嘴角一勾，反客为主一般的转换了一个方向，简直是比我还要凶残啊！天知道在岸边看到九月那瞬间他有多高兴，却连喊九月一声都不敢，怕自己会因为救人死去。我怎么能够让九月亲眼见证我的死去呢？我真该死啊！许是因为第一次九月情绪外露，让季青一丝不剩的全部都接收。季青吻得有些疯，太犯规了，就一个字，爽。笑什么？笑话他太猴急了，要是敢说是，头给他薅秃了。笑是因为我高兴，在这样的时候能够见到你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季青，我喜欢上你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季逸青，我喜欢你。这在季逸青的脑子里简直像是放了漫天的烟花，炸得季逸青连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盼了，忘了，想了，念了，自己都快要数不清楚有多久了，力气极大的握住了九月的唇瓣。哪有人接吻接得快要窒息的？然后张嘴就是一口，直接把季逸青的唇瓣给咬破了。你是要亲死我吗？我就是太激动了些。不就一句喜欢你吗？至于吗？季逸青越发的委屈，自相遇到现在都2年了，等到九月一句喜欢，有多不容易自己才知道。我错了吗？疯子，
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也说不上来。就今天你跳水救下那个小娃娃的瞬间，我其实很不能理解，确认自己心动和看到你跳下水救人的愤怒是不冲突的，但我就是隐隐觉得你那样做是在你自己看来是开心的，是正确的事情。戚大人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大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结果一眼就看到季一清还带着血痂的嘴唇。果然还是被揍了，真就是不要自己的命啊！那么湍急的河流，绑着根绳子就敢往水里跳，不把他的屁股打成8瓣，这人就不会长记性。弟妹啊，一清他这次行事虽然确实有些冲动，但到底最后相安无事吗？夫妻俩就十分费解地看着季昭眠，不知道这人到底在说什么。所以你要是真的担心的气不过，就揍他一顿，但是吧，轻一些，切莫把人打死呀。最重要的是，揍了他就不能揍我了哈。大哥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哥大概是觉得呀，你会因为我下水救人的事情迁怒我不顾自身安危，然后揍我。大哥，季昭眠腿一软，明明没有挨过9月的揍，但就是觉得可疼了。我大哥怎么能把我想成那样的人？我是那种随便揍人打人的人吗？不是吗？哦，对，你不是，你一般不揍人打人，你都杀人。大哥，你怎么能把9月想成那样的人呢？9月是担心我的，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做好事而打我，他还让我下次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救人呢。确实是大哥狭隘了，是大哥狭隘了。弟妹，我可以揍一清吗？啊，这可真是稀奇了。季昭眠可真是国民好大哥，结果今儿个竟然要揍季一清了，这可要睁大眼睛好好的看看。大哥，请便。季昭眠随手就扯下旁边树丫子上的树枝。在下次做事之前，自己好好多想想。啪的一声，季清捂着屁股嗷的一声，9月有种诡异的满足感，竟然莫名的想起了被风原帝用拂尘抽屁股的时候。季昭眠打完了，兄弟俩在一边讲了几句话。季昭眠不是故意让季清没面子，只是在初听季清跳水之事时，实在是担心的过火了。这是他的弟弟，他很骄傲，哪怕他觉得季清在这件事上有些冲动，他还是感觉很骄傲。灵苏县大雨，最后以死去11个人截止，冲毁的房屋只有年久失修的。各个村的村长组织村民挖沟排水，修筑挡水的堤坝。桩桩件件，此番因蒋家坟茔一事来的官员全部都亲自参与。就这个政绩，那在年底考评上妥妥一个优。这么大的一个政绩，真就像是馅饼一样砸到了这次蒋家一案的官员们头上。再加上9月贡献的几张关于如何处理洪灾后可饮用水的方子，关于如何预防洪灾后的疾病。此番来到桃花村，上上下下的一行人，能往上挪动的绝对不止一人，夸赞9月高义的更是数不胜数。少卿处理完了带来这边的药材，将账本递给了9月。9月什么都没有在意，就光是看到了那个药材支出了3万两，真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然后9月拿着笔就把3万两划掉了，直接改成了6万两。季清在一旁帮9月处理剩下的账本，这算是按月阁第一次大型活动。9月又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东家，银子真就跟流水一样。3万两够吗？我觉得够了，反正还要赏我一些，稳赚不赔。也是明晃晃地告诉风原帝，我这儿可花了3万两了啊，但是我就是要同你报6万两，反正我不管，你得多给我3万两。这天下若是还有谁能够把做假账做得这么明晃晃且丝毫不遮掩的，除了主子谁也做不出来了。旁人做假账那是这里配平那里补齐，主子直接改结果。至于其他的账对不对，这关他什么事儿？反正你就是要给他银子。蒋家祖坟共挖出了973万两白银，金子700多斤，
蒋家祖坟共挖出了973万两白银，金子700多斤，珍珠4箱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蒋侍郎这些年竟然贪没了这么多的银子。大家都以为500万两白银是顶天了。看样子蒋侍郎在做巡盐御史前就已经贪没了不少银子了。要不是大齐这些年来家底颇厚，就他这薅银子的架势，怕是能把大齐国库给薅秃啊。看到那么多的银子和东西，九月也罕见地严肃了起来，让所有官员换上了小兵的服饰，自己则一马当先地骑着马走在了最前面，身侧更是直接别上了长枪和好几把刀剑。就九月别在马上的武器，感觉都快要把马给压垮了。这些武器若真是遇到了山匪，对于九月来说那都是投掷型武器，主打一个砸一个出去，就能够砸倒一大片。一路平安无事地走了2日，再走几日就能够到达都城了。看到少卿过来，九月抬手让队伍停止前行，众人立刻有条不紊地卸下多余的东西，就地休整。季青和季昭眠还有不少领头的官员迅速地集结到了九月的身边。九月看向少卿，少卿点点头，直接就展开了地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再往前走叫四风坳，是一个葫芦口。你的意思是，若是这一路若真的有人埋伏，那一定就是在那里了。前面那个位置易守难攻不说，很是适合埋伏。我们已经勘察过了，地面有扫尾过的痕迹，我们也是很仔细找了之后才发现的，所以前方必定有埋伏。这已经是他们勘察又勘察，谨慎又谨慎之后选择的路线了。但不管是哪条路，也不能够保证全然没有半点危险。就像那几条烟雾弹的路线，也是困难重重的。若是我们现在出发，是不是会刚好卡在四风坳的坳口？是的，若是有人在上面推下巨石，我们或许就全军覆没。先寻个地方休整，做点准备，明个天亮了之后再走。只有千日做贼的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这么多的银子，只要埋伏的人不是傻的，九月是杀手，那不是杀人机器，1人对100人，除非他会特异功能。九月招来季有琴、季小丫和季小雨3个小姑娘。之前让你们找少卿买的药材都买到没有？买到了。熬了吧，熬2、3锅，然后让所有人必须灌1碗下去，逼着他们喝。季青和季昭眠安顿好所有人，连忙过来帮忙。虽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能干什么，但所有人看着九月严阵以待的模样，都力求自己不能成为拖后腿的那个人。把银子和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部都围在正中间，所有人必须两两成行，不可以单独行动。把银子和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部都围在正中间，所有人必须两两成行，不可以单独行动。这也是防止万一里面有内应，或者是胆小怕死的人拖后腿。营地很快就飘来了药味儿，闻的人直犯干呕。九月，有心说这是你要他熬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九月把药丸塞到了一捆干草里面，随手扎了个干草花。解药。毒药啊？不是啊，就是让人手脚无力、意识模糊的。到底不在密闭的空间，这药的药效肯定会大打折扣。树叶，季青拿来披风，看见九月正靠在树干上闭眼，季青感觉九月都有些瘦削了，真是心疼的不行。离九月还有好几步的距离，九月却眼睛猛地睁开，狠厉的双眸让季青的心都漏跳了一拍。虽然不合时宜，但九月的眼神真的好飒呀。却见九月一下子站起身来，直接半跪在地上，耳朵贴在了地上。要被包饺子了。九月身边几个官兵立刻严阵以待，一个按一个的肩膀。不过几息的功夫，所有人都醒了过来，文官和银子珠宝什么的都被围在了正中间。季青和季昭眠只远远地看得到九月一袭玄色锦衣的背影，看到九月单薄身躯站在最前方。所有人看着那娇娇俏俏的小郡主，不知怎的心都揪成了一团。哇哇哇！
有人骑着马，甩着火把和刀剑，猥琐地笑着，直奔这边而来。只见九月双手交叉，从腰间拔出了2把弯刀。闪！只听一声令下，四面八方燃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干草堆，浓烈的恶臭让在场的不少人想起了下午那碗汤药。他妈的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么臭！杀！一抬眸，就见九月犹如离弦之箭一般，飞速地窜到了先头到达的几个山匪面前，刀起头落。九月这一招，不管是敌友，都从脚底直起鸡皮疙瘩，恐惧盘旋着直达脑门。所有人都像是九月附体一般，杀呀！杀！前仆后继的山匪被绊倒在绊马索前方，那药烟不只能让人四肢无力，马也是一样的。黑压压的官兵被四面八方包围之时，明明看起来就像是处在劣势，但现在杀到兴起之时，九月猖狂大笑着，单手架马，一边甩一边兴奋的嚎叫。哇！几个被九月追上的山匪真就浑身的汗毛直立，鸡皮疙瘩蹭蹭蹭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九月这般追杀之下全虚全尾的离开九月的视线。到最后，从山匪追着他们要打要杀，变成一群文官在后面追着道：我们还在这儿呢，我们还在这儿呢！郡主，我们还在这儿啊！大家都杀上头了，眼看再追，那身后的文官和银子就要失去保护了。九月凝视着不远处，那一看就知道是头头的男人，还穿着小皮裙，你礼貌吗？小皮裙是你能穿的吗？不能忍，尤其是穿着小皮裙的头头更不能忍。把长枪当做了标枪，就这么朝着那穿着皮裙的头头扔过去了。身穿小皮裙的头头连人带枪被钉在了前方不远的一棵大树上，身后的官兵火急火燎地救下了几个山匪。没办法，再不救几个就被团灭了。就郡主这杀上头的架势，全死了，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们的老窝给全端了呀？季有琴3个小姑娘手软脚软，吓得直哭，但就这模样了，那还一边哭一边从药箱里拿药给大家吃呢。要坚强，不能哭，不能被二嫂看到我们不成器没有用的一面。不成器没有用的，会被淘汰的。季青和季昭民对视一眼，吐了。季维洲抱着季周野的腿，没办法，他真的腿软的站都站不稳了。但很快，兄弟5人骨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。没一会儿，所有人就看到季氏兄弟在疯狂的刨坑。这里离官道不远，虽然说这些山匪该死，但是经过这儿的都是老百姓啊。就这场面，真就吓死一个少一个呗。等九月和官兵们赶畜生一样的赶着剩下的山匪回来之时，整个营地有点诡异。一群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，实则个个君子6艺学的嘎嘎棒的文官们，老的少的都在营地边缘撸着袖子疯狂的刨坑，就好像这里在进行什么神秘活动，简直可以称之为大奇奇闻了。郡主，那太强了，强的他们都不敢再多说一句，只剩下仰望了。少卿一开始还担心旁人看到九月这模样会惧怕他，甚至是诋毁他。当你站到一定的高度之时，所有的诋毁、谩骂、嫉妒都会消失。谁敢说丰元帝在位第10年时，天子一怒服尸万里，那直接杀了上千人的那个大案是错的？谁敢说丰元帝残暴嗜血？不敢。就如主子如今的模样，谁敢诋毁一句，他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该处理伤口的处理伤口，还有人在清点押送的东西是否有损失。九月的职责就是负责睡。九月闭眼假寐之时，听到了啜泣声。九月起身走过去，季青瞄了一眼，从行囊里翻出了九月的药箱。原来是这人被山匪的狼牙棒撕扯到了身前的皮肤，小兵疼的意识都已经模糊了。九月手搭在小兵的手腕上，诊断了一下之后，
抬眸找工具，就见季义清抱着他的药箱赶到。这人竟然知道我要药箱，简直是肚子里的蛔虫啊！九月让人准备了烈酒和温水，九月抬手就先扎了几针止血。季义清和随之赶来的季昭民等人立刻各司其职地开始给九月打下手。季周野三人动作快速且精准地给九月搭了个露天棚子。季有勤负责给九月递各种镊子、剪刀、线。季小丫在一边捧着个锦帕，小心翼翼地给九月擦汗。季义清和季昭民给躺在地上的小兵擦洗身子。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了过来，离得近的只看到九月上下翻飞，像是在跳手指舞的修长手指，把一个支离破碎的人给缝了起来。这人的运气是真好，这伤看起来严重，实则全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五脏六腑，骨头也没事。九月站直了身子，揉了揉肩膀。季义清很快走到九月的身后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的，抬手就给九月按摩肩膀。如何？我和阎王爷抢人的本事还是很强的，我出手没有抢不回来的人。今晚多注意点，不发热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郡主不仅武功了得，医术更是十分的了得呀！真是福家福！个个满眼星星的瞧着九月。要是郡主这一手能够得到推广，在战场上能活下来多少人呢？九月正洗着手，扭头就看到了一个老头对着他眼泪汪汪的。怎么个事这是？干嘛呀你？李玉一砰的一声跪在了九月的面前，额头紧贴在地面，以一个全然城府的造型。求郡主传授缝合之术。老臣曾是随军的军医，后进入的御医院。战场之上的士兵多有此类的伤痕，但因为我们的缝合之术同郡主的很不一样，所以救下来的人寥寥无几。李御医想要学习缝合之术，是准备如何？再上战场，岂不说你的年龄摆在这儿了？你学会了又当如何？让九月教导，然后他拿去做人情，这对九月可不公平。小姬大人，老臣并不是说要郡主传授给我，而是求郡主能传授给军中的军医。九月的医术确实是出神入化。若是所有的军医都学会了这个缝合之术，那军中会少死多少人呢？因为处理尸体和休整的原因，众人在四风坳前待了整整1天1夜。众人在县城外的一个空旷处休息，没有直接进城。一路过来的种种，让人不敢轻易的进城。你们说黑虎寨真的只有200人了吗？你们再猜猜，我们杀的真的都是山匪吗？这里离京郊大营不过1日路程，区区500人的黑风寨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京郊大营的人一人来吐口唾沫都能把他们淹死。但户部的官员说，平泰县县令要人要银要了3年了，没有大范围的剿匪过，上面有人制止了。原地扎营，明儿一早启程，直接回都城。士兵们的脸色有些失落，这笔银子看样子是拿不到了。知道这种明明银子就是自己的，就在自己眼前，最后却一个铜板都拿不到的感觉，那是多么的难受啊！放心，这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户部不是有官员吗？让他们给你们统计统计。还郡主大气！少卿一脸凝重地走向九月的身边，这脸色一看就是有事儿啊！怎么了？季青和季昭明很快走了过来。东家，我仔细地想了想关于平泰县城的事情，只想到了一点，但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曾经的二皇子楚耀府上曾经有4个小厮，那采买的牙人是平泰县的。这会不会离太远了？总不至于一个牙人是平泰县的就和二皇子扯上关系了吧？宁错杀不放过，荣家的背后肯定有人，但现在皇上那边具体是怎么调查到了哪一步，我们尚未可知。若是平泰县跟黑虎寨真的与楚耀有关系，这也并不是不可能。宁错杀不放过，值得好好的查一查。
怎么了？若是觉得麻烦，我们就不查了。本来也轮不着我们查，你别太在意了。啊，没有，我就是在想，若真是和楚耀背后的人有关，这么大的案子又有我一功在里面，陛下得再奖励我什么呀？都送无可送了。人啊，果然还是不能太优秀，都没给别人留条道路。是这个理儿，毕竟优秀嘛。你这个恋爱脑，你别太离谱啊你！把安月阁的人塞下去，旁的不用多管，就多捡点舌头就是了。打入老百姓当中去探查消息，不是真的要去捡舌头。现在我们还运送着这么多的银子，带着这么多的文官，不宜将此事捅破。毕竟9月惜命，也不想拖着一串拖油瓶大开杀戒，省得又像前日，他在前头杀人杀兴头上了，马都跑出去了，身后跟着一串怕被抛下的文官。还有我们呀！想想那画面都无比的惊恐。到底是被谁给压了？京郊大营离得这么近，为什么连消息都收不到呢？这不是明晃晃的有人欺上瞒下吗？肯定是几个衙门内部都有人在参与此事。季义清和季昭眠去调查去了，然后9月就在一边磨刀，还是那种最重的重刀，刀身又大又锋利，光是用刀背都能够把人给敲死的那种重刀。就算其中真有1个2个和平泰县城一事有所勾结的，这会儿也没法判断出来，还是要回去抽丝剥茧的查看。这件事在押送贪墨银两之后，怎么都会被提上日程。毕竟杀神9月在这儿呢，被他捅破的事儿就没有不闹到御前去的。所有被季家几个兄弟盯着的官员都满头的黑线。9月做事真就讲究一个出其不意，他让所有人10个人一组，互相的监督，连去出个虚功那都必须得3个人一起。9月也不跟你玩什么明修栈道阴谋诡计，就直接的告诉他们，我不相信你们。为了避免有人给平泰县城的县令告状，主打一个简单粗暴，季家人除却季义清和季昭眠，连季小丫都成了小队长。几人生怕自己睡着了被人钻了空子，要是被人通风报信了，那9月能声波了他们。险些把这些或老或年轻的官员们全都围在了圈圈里面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当然有人不服了，但一听到9月在那精神亢奋的磨刀，再多的不服都没了。9月起身缓步走到了一队小兵的面前。皇上怎么说？郡主您在说什么呀？属下听不懂。哎呦，得了吧你们几个不是鹰眼的人。他们隐藏在各行各业，甚至隐藏在军营和护卫队禁军里面，这是第一次被人抓出来。行了，此番士兵官兵300多个，我为什么能找到你们4个，说明我心中有数。还想信？做梦！郡主恕罪，陛下是派我们来保护你的，并非是要监视。没办法，此番去桃花村执行任务，危险重重。丰原帝既然让9月去了，当然是要做大限度的保护他的安全。我知道，我不在意这些。皇上可有说平泰县的事情如何解决？海东青已经出发了，最迟明日午时就会有结果，还望郡主能够拖延时间，待午时。不用拖延，明儿个有客，怎么的不得招待个午饭吗？有客？哪儿来的客？您不是担心有人告密，不准陌生人和在场的官员士兵接触吗？连少卿带来的暗月阁的人也不例外，只有季家人还勉强能够在营地来去自如。9月懒得说明原因，他们这么一大队人马处在这儿，离平泰县不足5000米。平泰县县令今日晚了可能不会来，但明日一定会来。丰原帝看着鹰眼的人送来的密信，本意是让鹰眼的人保护9月完好无损，结果呢，变成9月保护他那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官员们。丰原帝觉得自己的老脸都肿了。就9月那小崽子的性子，指不定怎么在心里嘲笑朕的那帮官员们无能呢。看到鹰眼所说的平泰县黑虎寨的匪患，丰原帝目光如炬。好啊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，看样子不少人都以为朕是真的要死了。
越发的不把朕放在眼里了。这是风雨欲来的前兆，天子一怒，伏尸万里，此番怕是也不遑多让了。营一在，去京郊大营一趟，朕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。随后丰原帝拿出了一块令牌，这个给9月，可以直接指挥京郊大营5万大军。京郊大营那可是都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，就这么给了9月？陛下，这9月没有行军打仗过，如何能够拿京郊大营的指挥权呢？无妨，给他就是了。按照那个小崽子的性子，没准还觉得麻烦，还不如分他2箱珍珠来的痛快。安排人去接应他们，将银两押回来，用最快的速度。明日午时之前必须赶到。你就在那儿协助9月，就地调查随行的所有人。把这件事了了，回到都城的所有官员，必须和平泰县一案无关。非常之时，杀1-2个景侯。至于都城内的调查，英7、英8、英9还从北蛮回来了吧？是。众人迷迷糊糊的一早醒过来，看到9月从驻扎点外走进来，边走边和少卿讲话，而身后明晃晃的跟着4个脸戴金色雄鹰面具的人。有几个官员腿瞬间就软了，9月双眸噌的一下就飞了过来。这不就来了吗？鹰33等人本不想暴露身份，但9月说了，既然已经暴露了，还不如大大方方的露出来。况且这个档口，9月也需要丰原帝让他狐假虎威。鹰眼是皇上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，如今这把刀9月也能够使用，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就让鹰眼的人戴个面具露个相，这威他就已经直接立起来了。从刚刚跌倒的几个开始吧。没多大一会儿，大理寺的人就把人给带过来了。9月端坐在最上手的位置，季以清在一边记录，不给他们半点准备时间，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9月的武力值高，但是不爱动脑子，此番问讯有可能是要无功而返。我们什么文书资料也没有，更遑论是证据了。这又如何撬开这些人的口？这其中还有2个是4品官员，当官的年限比我们的年纪都要大呀。帐子里只有被问话官员恼羞成怒的怒喝。9月慵懒地端坐在最上手的位置，手杵在桌子上，指尖在桌上轻轻扣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官员说着说着，就有点说不下去了。9月那眼神真是让他觉得自己像是戏台上的戏子。就聊个天，你激动什么？郡主，老臣敬重你是郡主。王大人在兵部待了多少年了？20几年了。哦，那王大人平常主要是干什么？平泰县剿匪一事，王大人知道吗？哦，知道啊。那你在其中是哪一环的？选人、派人、下发命令？哦，选人呢？我没。选人看什么？户籍、长相、身高、肤色、样貌。看样貌啊。季以清在9月问出第一个问题之后，就开始奋笔疾书，不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纸。季昭眠一看，惊讶了一瞬，连忙加入到记录问话的队伍中来。山里有什么？送来的人都去哪儿了？私兵？原来你们是要造反呢！咚咚咚的，帐子里跪了一排又一排，王大人已经瘫在地上了。我明明就什么都没说呀！他不明白呀，9月为何就问了他几个问题，就越问越接近真相，到最后直接推断出了所有的真相。怪我！9月在暗月专门学习过的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人，他需要用最快的速度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，从而知道目标人物的所在，
最快速的完成任务，所以学的都是干货。听见王大人叫9月怪物，季青从地上爬起来，抬脚就是一脚。